專家用手輕輕打開棺椁，呈現在眼前的是一汪清澈的泉水，讓專家怎麼也沒想到，千年之下的棺椁竟然還能出現這樣的場景。專家驚呼：“哦呦，金光灿灿！哦，这就是流血，这得亮瞎你的眼！”一把保存完整的宝剑出现在众人眼前，这可是有史以来难得一看的宝貝。哇天，太漂亮了！那么墓主人倒是哪位武官？他的陪葬品为何會有老虎圖案？是誰才有資格佩戴這樣的飾品？感興趣的朋友不妨點個關注，接着往下看。這期視頻為大家解密琅琊漢墓之謎。在山東青島的一次考古行動中，位於黃島區的張家樓鎮的一個偏遠鄉村，發掘出一座造型奇特的墓葬。雖然說根據相關的調查，墓主人是漢代的一個縣令，漢承秦制，地方的最高長官是太守，縣令在權力上面自然差了不少。那麼在相關的墓葬裡面，考古隊發現墓主人的口裡面含着龍珠，屍身躺在金龍玉席上面，四周還有清澈的泉水，並且在該墓主人的頭部還發現了傳說中的玉溫銘，隨葬品還有玉製的環手刀和玉巨劍。那麼為什麼這個看似不起眼的縣令在相關的隨葬品之中發現了如此豐厚的隨葬品呢？隨着時間來到了2017年，這個不起眼的鄉村發現了古墓，村民立馬上報了當地的考古隊。在考古隊來到現場以後，經過初步的探查，該墓葬的時間大致在西漢晚年。那麼在西漢晚年，當地的行政所屬地為琅琊郡，因此這座有着明顯的面封土的大墓葬被稱作為琅琊敦氏封土墓，並且類似葬制的墓葬在該地區還不止一座，其中一座編號為147的墓葬最為特別。雖然在初步挖掘的時候，考古隊並沒有發現這座古墓的特別之處，一直到挖掘到墓主人的棺椁的時候，考古隊發現該具棺椁比較奇異的是上面貼着一道道的封條。在打開棺蓋之後，考古隊很快就被眼前的一幕給驚呆了。只見打開了內棺之後，讓人沒想到的是內棺一直滲出清水。和往常所見腐爛不堪的棺材以及屍體不同的是，這具棺材裡面是一棺材清澈透明的清水，但是這水也清澈的讓人大出意外。於是所有的考古隊隊員趴在棺材邊上，想進一步的看看棺材的裡面有什麼。很快，這座墓葬發掘出來的隨葬品就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到震驚，因為是清水的原因，棺材裡面的隨葬品一眼被專家看在眼裡。只不過隨葬品之外似乎沒有找到墓主人的遺骸。在確保不會把水攪渾的情況下，考古隊開始取出棺材裡面的隨葬品。在這個過程中，水裡面的隨葬品在太陽下散發着金光。在進一步的清理中，考古隊發現棺材的四角都放着金子。隨後水底出現的一件木盒更讓在場所有人驚訝不已。原本在第一印象裡面，考古隊覺得這件木盒經過水的浸泡和時間的風化，應該已經相當脆弱。但是一直到清理完旁邊的構件後，考古隊才發現這件看似木盒的物品並不簡單。在木盒的構件上鑲嵌着金子，並且木盒上面也貼着金箔，並且還鑲嵌着鎂。在清理出木盒之後，考古隊又在木盒上發現了象徵權力的4個赤虎。細看木盒，木板上雕刻着青龍和白虎，做工精美。就在大家對這個木盒是什麼感到不解的時候，很快一位考古隊員在水裡面撈出一隻頭骨，而頭骨的出現很快就讓考古隊確定了這件木盒的作用，那就是傳說中的玉溫銘。溫銘是一種高級葬具，放置在死者的頭部。古人認為該葬具考驗讓逝者在墓葬裡面感到溫暖，讓死者和生前一樣，從而專家確定這個墓主人非富即貴。在繼續的發掘過程中，
除了在棺材底部發現的珠子和不少金质陪葬物之外，一把刀柄上鑲嵌着金丝的环手刀和一把精美的玉手剑的出土，更让在场的人啧啧称赞。并且，虽然经過了近乎2000年的沉澱，但是无論是刀和剑，可以看到在拔出来之後都是十分锋利的。在清理墓主人的屍骨之中，考古队发现了一顶屬於文官的帽子，這讓考古隊員們也感到意外。一般來說，只有武將才會選擇攜帶兵器下葬。隨後，墓主人的屍骨出現在眾人眼前，這件墓主人的骨架通體發黑，看着像是中毒而死。結果相關的鑑定，墓主人去世之後大概只有40歲，有着嚴重的骨質增生。而在相關的鑑定過程中，考古隊認為墓主人屍骨的發黑可能和所處的環境有關，並不是中毒。在清理完墓主人的屍骨下面，隨後發現的一件器物，更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只見那是一塊塊的琉璃，上面有着龍虎等精美的雕刻，在把這些琉璃拼接在一起的情況下，就組成一套奢侈華美的金龍玉璽。這種類似的玉璽，在中國的考古歷史上可謂第一次。考古隊推測，這個玉璽應該是取代金縷玉衣的。隨後2個不同地方的公文印章以及烏紗帽，讓考古隊確定該墓的墓主人生前是一位縣令。但是為什麼一個縣令可以享受如此高規格的墓葬？在剩下的淤泥中，一枚印章上刻着鎏刺的絲章，給了考古隊一定的推測依據。雖然只是個縣令，但是從新相關的姓名來看，這可能是一位皇室旁支，就類似於劉備的先人劉雄。在家族沒落之後，同樣是地方官，但是雖然自己的家族已經沒落了，可是有一句話也說得好，那就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因為客觀的漢朝皇族的身份，劉賜在去世之後依舊可以享受着高規格的皇族葬制，因此墓中出土的如此多精美的隨葬物品，自然也就見怪不怪了。對於這樣的西漢古墓，你還有什麼看法呢？作為一個小縣令，能夠得到這樣的殊榮，也算是不小的光環了。